中国最神奇的5座寺庙，这是第1座。据说呢，这是中国造型最独特的寺庙，因为什么呢？寺庙的头顶上竟然挺着一颗巨型的大白菜，这尊大白菜呢，大概有几万吨重，据说是当年盘古开天地种下的。这个地方选的十分的好，是一块海拔1000米之上的丹霞地貌，总共有2块巨石组成。而且呢，庙后面这块巨石啊，有个十分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仅有1/3支撑地面，其余全部镂空。天空之城啊，这山路开的差点吓得我灵魂出窍。这其实是个景区啊，但是呢，有人说这里已经好久了，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不知道什么意思了，烂尾了吗？难道？但是他还收门票呀，35的门票加10块停车费。这个地方还可以啊，最起码安静的很啊。这里呢，据说有全国唯一敢叫神仙水的东西。据说呢，喝了这个玩意儿呢，包得百病啊，不对，是包治百病。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从古至今，从盘古那代，据说就流传下来了，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深信不疑。水甜不甜？哇哦，好清澈呀！我不喝这个。上来了，看看多么神奇啊！像不像盘古中的大白菜？头顶几万吨的巨石啊，盘古庙。这个庙的结构很神奇啊，它其实在一个大压的大石头下面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视觉感觉像是建在外面，走进去就不一样了。这个叫盘古庙，据说有250年的历史。这里还有个神秘的传说，就是这里的香灰不落，而且呢，这里的火焰通常分3叉燃烧。这个大殿里不仅供奉着盘古，而且还供奉着3皇5帝，而且当地人呢对盘古的存在深信不疑，认为盘古就是在这里开天辟地的，并且呢，当地人还会唱盘古歌、跳创世舞。人类的起源至今已经被科学家发现了，但是很多人还信盘古的存在，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不是意想不到，是根本想不通。很多人来这里求子求学，但是说白了，这里跟求子求学不知道有什么关系。盘古似乎好像跟这个求学也没多大关系。你要是想知道这里到底灵不灵，可以花45块钱来这里体验一下。整个寺庙呢，除了建了个门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靠山体。这个大钟是有点年头了。当然了，这里最神奇的还是这口泉水，据说呢，这是盘古的圣杯倒出来的泉水。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耶和华才有圣杯啊，盘古也是有圣杯的，而且还多了一项功能，据说这个泉水还能自动往出吐石子儿。这个石子儿呢，民间传说啊，据说这个石子儿是能治百病。35块钱再加10块钱的停车费，我告诉你们，我还看到点啥啊？看到点这个。一栋未完工的楼，这是要像是要建一个教堂还是什么的，但是很可惜啊，看这个情况已经烂尾多年了，就这么个东西。这个不知道原来属不属于景区的地方啊。第2座便是湖南最大的无人道观，现在的道观跟寺庙基本上都是佛道合一。湖南新德山据说是孙悟空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蹦下来的火星建成的，它的名气呢基本上和武当山齐名，并且比武当山还早，据说还是张无忌的据点。这座庞大的道观呢几乎横贯了几个山头，并且呢有40几座殿宇。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呢，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此竟然修复了33年之久，把它修成了如今宏大的规模。不仅是这对年轻夫妇的传奇故事，并且呢，这里全部是红砂岩建成，整个殿宇呢没用一枚钉子，全部是石头殿宇。这个地方叫兴德山啊，这山上呢是一个超大型的无人道观啊，据说仅有1名女子来这里驻守了30年啊。这个当年名声很大，据说它跟这个武当山齐名，被称作南武当啊。看看这2个麒麟就知道它的气势有多大了。如今呢很荒凉啊。我们现在正是徒步登啊，据说这个地方呢，是曾经朱元璋与陈友谅的交战地。当年呢，这里埋了无数将士的肋骨，
后来呢，朱元璋就下令由当时的一个叫张道会的道士啊来这里主持，并赐名兴德山。兴德山是后来改的啊，早前叫星子山应该。这里的神秘传说呢数不胜数，但是要到达顶峰呢，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普通体力的人呢，至少要爬3个小时以上。这里最神奇的就是白子殿，据说白子殿里有个黑漆漆的大洞，只要往里扔一只鞋就可以求子。于是呢，有贪婪的人扔了很多只鞋，生了很多孩子，最后呢却变得一贫如洗。当然了，这是个民间传说。兴德山最危险的地方就叫做舍身崖。据说呢，在明朝的时候，一对夫妇呢在此跳崖殉情，从此呢就发生一件怪事，只要是夜里或者雷雨天气呢，总能听见这个舍身崖下有女子哭泣。我的天哪，好吓人啊！这地方，我这往前走走稍微，这里面还有好多人来这里刻了字啊，真是吓得要哭了，真是，我的天哪！这还有一个石槽，这个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站在这里腿在发抖啊，掉下去就是下辈子了。最上面呢有一座庞大的宫殿，就是这里的山顶最高处星子宫。据说有个非常神秘的传说啊，就是这里的雪呢落在下面马上就会化掉。我们本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在星子宫的后面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基本上后面遍布几十个山头，全是殿宇，而这呢，仅仅靠夫妻2人维护。大姐，您就是在这里那个守这个道观的是吧？啊，您守了多少年了？我从92年10月初1上来的。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今年我是68年，今年58了。我的天哪！那您20多岁就上来了？啊，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来守这么大座庙的？我是当时跟着我老公过于他而所信念。哦，我老公是他信念菩萨比我坚持一点。哦，我那个时候不信念菩萨。他是属于道士一类的是吗？他也不是不是道士，他就是有这个信念，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哦，他就是信仰是吧？啊，在河北的张家口呢，有一个十分神秘的村子。这个村子呢，看起来十分的荒凉破败，但是里面却有一座庙，看得人目瞪口呆。这个村呢，就是位于张家口禹县的百草村。几百人的大村现在仅住了3个人，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好的明代建筑现在基本上全部荒废掉了，有几十个大院子。在一座明代戏台的前面，我们碰到了这个村子1/3的人口啊，总共3个人，我们碰到了3人中唯一的大妈。大妈说，这里以前确实有一座神秘的大庙，但是已经荒废多年。经过缜密的侦查，我们发现这座庙似乎在近些年还有人用过，并且上面还贴了崭新的对联。这是一座道教庙，据说在这个庙的主殿下面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宫，能连通几十公里的地下。其实我也不敢相信啊，在如此荒无人烟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座奇怪的道观呢？在这个前面呢，我们就看到了它的主殿，主殿似乎还有玻璃上面，但是旁边的侧殿呢，基本全部废弃掉了。龙首碑，哇，这块碑是可以说相当值钱的啊。透过窗户呢，我们竟然发现这里面真的有一个神秘的地道啊！这个地道通向哪里不知道，但是据传说呢，这座真武庙下面有一座非常庞大的地宫，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也无人知道。进来以后才发现，这里的地宫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以前呢，地面应该是看不出这里有地宫的，并且呢，还有木材支撑这个地宫的顶部，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下宫殿，他不想被别人发现。这个地宫到底通向哪里呢？我们在真武庙的旁边发现一座非常怪异的小房子，这个小房子十分的特别，看起来像一张人脸。从周边的材料来看呢，跟真武庙应该是同属一个年代所建造的。这里一直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啊，就是真武庙旁边的墙，包括下面整个全是空的。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现在我们走进这个地下通道啊，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里面。而当我们进来以后呢，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个小老虎会不会是一个机关呢？狮子很特别啊，看里面，喂，hello，哎呦，听回声，至少没10几20米深的话，没有这样的回声啊。根据回声的原理，至少小于等于17米啊。17米之内有回声吗？超过17米没有回声了。但是它是洞，这个就另一说了啊。寺庙里的无底洞至今无法解释，但是当地呢还有另一个传说，就说当年有个丫鬟被大地主欺负，后来呢跳进了一个深井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井。后来呢，这个井里夜夜传出女人的哭声。这是山西最神秘的一座农村寺庙，据说呢这里面供着3位神明，竟然是蒙着面的，而且周边的村民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而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这尊地藏王菩萨竟然被扔在了马路上，如此高端的佛像被扔在马路上，令人理解不了。作为中国唯一4个有自身道场的主人的地藏王菩萨呢，竟然连自己的殿宇在这里都没有，所以这里呢又被网友调侃为山西最惨寺庙。地藏王菩萨呢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可能混得连当地的保安都不如。而地藏王呢，作为如此高端的神明呢，竟然连讹诈的贡品1/4多可能也没有，香火十分的惨淡，甚至有些贡品呢看起来时间非常之久，发霉了似乎。整个寺庙呢，不得不说啊，采用了十分高端的保护模式，竟然用2根柱子支撑起了这么珍贵的文物，非常高端的雕刻，还有名贵的彩绘图呢，就被扔在了野外。这种保护方式呢，真的十分的有创意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聪明能想出来这样的馊主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啊，居然形成了地质的风貌，上面呢几乎成了波浪状，连这个窗户呢也成了波浪形态。而这种波浪状的寺庙呢，在历史上还是现代呢，从来都是闻所未闻的存在。整个寺庙呢，基本上只有大殿是正常的，其他的全部废弃掉了。这个地方呢，确实令人感觉非常的阴森啊，因为有很多人来这里烧纸，并且呢，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普济院。这里还有另一个称呼，就是水晶宫别院。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这么优雅的称呼会用在了这里。其实光从名字来说，普济院就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意思。实则这里很多人烧纸呢，思念亲人啊，极有可能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也就是超度亡魂的地方。除了大殿呢，这里还有几棵树活着，你随便来这里翻找，基本上都是宝贝。这些砖头呢，大部分都是清代的砖头，十分的珍贵。我们在一块碑文上发现了这里重修的年代，竟然是乾隆年间，说明这座庙的年代至少存在于乾隆年间，也就是最少300年的历史。300年的寺庙就被人遗弃在这里，令人着实的可惜。来主殿看一下啊，看一下里面啊，看到没有？全部是蒙着面的，看见没有？蒙着面。我实在是不知道这里面供的是谁，但是蒙着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里也有个说法，就是佛祖的脸上啊不能有灰尘，所以就蒙着面。而很多人呢把这个东西曲解了，就造成很多的误解，显得非常的神秘恐怖。其实并没有太多神秘的恐怖啊。在广西上林呢，有一座唐代的寺庙，它的名字呢叫做莲音寺。这座寺庙有多么奇怪呢？造型酷似一个外星人基地，有人呢也说它是一个外星祭坛。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至今有众多不同的说法。有网友调侃，虽为地球人所建造的，但是实则上达到了外星文明的一种程度。那么到底有何种秘密呢？而真正令人不解的还是它前面这一个黄色的大型面罩。这个呢看似像是面罩，实质上是什么也没人搞得清楚。但是呢这个面具呢极具科幻性，像极了一个外星人的面罩。当我们走上来的时候才发现啊，这里写了很多的冤字，但是具体有多冤，有什么冤枉之事也没有写清楚。这些字大多后来被抹去了，到底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至今也可能知道的人非常之少。不过呢，这里的气氛确实营造了一种十分恐怖的场景，而这些涂的字呢，有可能是一种恶作剧。在这个祭坛的最顶端呢，居然有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据说有网友调侃啊，是被雷击了，也有人说呢，这是天火的淬炼，
表示对该地方的一种考验，但是实则上呢，破败不堪啊，令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据说这上面供应的是几尊佛像，但是如今看来呢，已经损毁严重了。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这个地方于2019年荒废至今，但是呢，仍有管理人员在这里看守。而这个奇形怪状的建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呢，它是一个世界和平祈福坛，恐怕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又像祭坛又像祈福坛的一个奇怪建筑吧。而当我上来的时候，又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下面居然是空的。没想到祭坛下面竟然是一个庞大的地宫，里面只有一种颜色，灰色，显起来十分恐怖。寺院旁边呢有一个湖，这个湖据说叫做金莲湖，而这上面有着被称为中国最惨水上观音的一座观音塑像。从外表看起来呢，整个袈裟已经褪色，风化严重，看起来起码有7、8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前来打理。作为一座非常有名的唐代寺院，为何会变成这样呢？始终让人困惑不起。这座水上观音呢，就安静地矗立在这里，被时间遗忘了。而与之格格不入的就是旁边的大殿，据说当年修复的时候竟然花了8亿人民币，你敢相信吗？这座寺庙据说始建于唐末，在咸丰年间呢灰飞烟灭，而8亿元呢并没有换回寺庙的辉煌时代，反而是更多的灵异故事。